朋友们，大家好。前2期我给大家说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以及收入标准，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以及世界经合组织的定义，并不是我德国之士自己创造出来的啊。我发现呢，在咱们频道的评论区总有那么一些人，可能他们过去对德国还有对西方怀有很美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一旦我用数据把事实讲出来，这些人比他们的精神母国人还要着急，然后他们来质问我，甚至呢给我扣帽子，说我在咒骂还有在贬低德国。我觉得像这些人啊，如果你们要看德吹的内容，网上还少吗？还有啊，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人，在抖音里有一大堆德吹，对不对？根本不必要我现在来凑热闹，对不对啊？我只是想通过我在德国的地理优势啊，还有我的语言优势，把德国真实的一面，或者说德国真实的一些东西告诉大家。我爱不爱德国，只有我心里知道，但是我在德国纳税，来支撑德国的所谓福利体系，而且德国政客的收入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种纳税人，我们纳税人的钱呢，给他发的工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呢？我对德国当然可以说3道4，因为我是这里的纳税人呢。烦人的是，这些精神德国人没有半点谴责我的权利，因为这些人出了一张嘴，对德国没有半点贡献。德国工薪族中位数收入大概在2400、2500欧元左右，这是德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又不是我自己捏造出来的。在德国的城市的街上啊，乞讨的人员，也就是流浪人员越来越多，也是事实。还有在德国城市里，到垃圾桶找有押金瓶子的人越来越多，也是事实。当然，如果你在德国农村居住，可能呢你看不见这种现象，因为德国农村地区人流少，当乞丐没有那么多人施舍，农村的垃圾桶一般都是私人自己的，估计呢也不会有很多人把有押金的瓶子丢进垃圾桶里面，所以这些流浪汉啊，或者这些要靠捡这种有押金瓶子的人过活的人，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更多还是在德国的城市里啊，对吧？在德国农村可能他活都活不下去。但是我认为啊，你没看见不表明呢这种现象不存在。就好像你周围没有杀人犯，但是你不可能说德国没有杀人犯一样，对不对？还有我说的，在德国城里大部分人都是租房族，而且很多工薪族他们也是月光族，存不下钱，这也是事实。但有的网友说德国隐形富人很多很多，那么我就问了，既然是隐形，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是富人呢？难道你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够洞察一切？另外，很多是多少？最好是拿出数据出来，否则就是耍流氓。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德国人的平均收入还有生活水平都要比中国高，毕竟德国曾经是殖民国，也赶上了工业革命，加上德国人口少，起点高。还有啊，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过去，像德国的老大哥过去给了德国非常多的帮助，所以要发展起来当然容易多了。但我在德国29年的观察，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德国在原地踏步或者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呢一些地方德国在退步，这从德国人均 GDP 的变化也可以佐证。另外也可以从过去这些年德国企业的表现也可以得到佐证。大家回忆看啊，过去这些年德国出现了什么叫得上号的高新企业吗？也就是高科技企业，大家想想看有没有？至少我认为啊，过去这些年这些比如说互联网的 IT 领域的，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大的企业，对不对？德国没有任何叫得上号的，甚至欧洲几乎都没有。德国一直在吃老本，这才是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民呢有惯性思维，要改变它需要时间。德国就是在吃这类思维惯性的老本，或者说红利。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人对德国相当崇拜，一谈到德国就是高大上，德国产品就是质量好，德国人特别严谨等等。全世界人民几乎与中国都相似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在无形中神化了德国，或者说我们很多人在无形中神化了西方。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啊，其实德国以及西方很多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相当于贴牌生产。中国人干脏活累活，累死累活还消耗了原料，排出了二氧化碳，污染了环境。中国人帮他们贴上他们的牌子，然后西方这些厂家拿过来就直接在西方卖，直接当高档产品卖，高价值。最后中国还背上了二氧化碳排放地大户的罪名。西方国家的媒体一直在通过负面报道中国，给他们本国人洗脑，所以总体来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很不好。比如上个月，美国皮尤研究所公布了今年对24个国家民众关于对中国好感度的民调结果。我们从西往东看，美洲有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欧洲有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英国；中东只有以色列；非洲仅有3个国家，他们是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亚洲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朝鲜和日本。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可以发现在受访的24个国家中，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小弟。广大非洲国家、中东国家，还有中亚、巴基斯坦等人口众多的国家直接被忽视了。所以这种调查比较适合给西方屁民洗脑，给他们的假象是，看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多烂。估计呢，这是皮尤研究所这份研究想要达到的目的。关于这个话题，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做了报道，他用的标题是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欢迎。在德国媒体眼里，西方就等于全世界。那么哪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呢？皮尤研究所公布了2023年对24国民众的访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示意图，蓝色代表对中国负面情绪的比例，而绿色代表是对中国正面情绪的比例。在受访的24个国家中，哪些国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最高呢？高居榜首的是日本及澳大利亚。这2国高达 87% 的受访者对中国观感很负面。第2名是瑞典 85%， 第3名是美国 83%， 第4名是加拿大 79%， 第5名是南朝鲜 77%， 第6名是荷兰 77%， 第7名是德国 76%， 第8名是法国 72%， 印度和波兰并列第9。好，我们现在看绿色部分，也就是对中国有正面观感的、有好感的。我们可以发现，一般都是南方国家对中国好感度高。第1名是非洲的尼日利亚，高达 80%， 第2名也是非洲国家肯尼亚 72%， 第3名是墨西哥 57%， 并列第4是印尼和南非 49%。 想不到以色列有 48%， 欧洲的匈牙利以及南美的阿根廷也还不错。对中国好感度极低的国家，当然毫不例外是那些对中国观感极其负面的国家，其实就是那些西方阵营的国家，以及事实上某国的殖民地。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国家是日本，仅有 11%， 并列第2名的是澳大利亚和瑞典，并列第3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第4名是德国，第5名是荷兰，他们这些都不足 20%。我们现在反思一下啊，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正相反，中国人却对大部分西方国家观感不错，可能是因为人家是发达国家吧，还是中国人有一些惯性思维。另外，朋友们，我有几天没有翻译德国媒体的报道了，不表明就没有什么关于中国的报道，正相反，报道实在太多了。这几天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德国媒体几乎千篇一律的报道中国7月份外贸萎缩严重，他们拿1个月的数据来大肆解读，说什么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麻烦，甚至有的德语媒体认为，我们西方不买中国的东西，跟中国脱钩，你看中国马上得面对西方抵制中国产品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看德国电视1台就说，在中国人们在担忧经济下滑，7月外贸数据不佳，加剧了人民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德国商报认为，在进口崩溃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国内的问题和中国需求不足。我得说明一下，德语有个词
可以翻译为大幅下滑，也可以翻译成崩溃，很难确切翻译出来。但由于整篇报道非常的悲观，所以我更倾向于翻译成崩溃。还有对于中国进口下滑的问题，也看自己怎么去解读。德国人喜欢解读为中国经济不好啦，所以对外国产品需求下降。但我认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要细分中国进口各类外国产品的变化。比如过去中国可能进口不少德国的机床或者是精密仪器等等，可以想象，由于中国产业提升，自己的产品可以替代昂贵的外国产品后，此类产品进口当然会下降。这并不等于中国的经济变差，而是中国本身的产品竞争力更强了。更应该担忧的，我认为应该是德国制造商，而不是德国媒体的幸灾乐祸。还有这2天，德国媒体都在报道中国出现严重通缩的问题，我吓了一跳，所以赶紧看内容。原来是中国的价格回落了 0.3%，0.3%呀，连 0.5% 都不到。而德国自己呢，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高达 6.2%。但德媒不担心自己的高通胀，却来担心中国的通缩问题。德国国家电视一台说，由于中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还有德国左派媒体 TAZ 认为，中国通货紧缩，经济奇迹暂时寿终正寝。你看他用的这种词。反正我认为德语媒体就是要给他们民众有这样的印象，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问题。这是不是在转移他们国内民众的视线，我不知道。因为本来我们看他们老是大肆的夸张的报道中国的所谓通货紧缩，也就是价格下降 0.3%， 对不对？我觉得对大部分中国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吧。可是德国自己本身大面积的通胀 6.2%， 他们不怎么报道，老是报道中国这通货紧缩，我真的很无语了现在。还有我发现德语媒体好像关心中国的问题要比关心他们本国的问题要更多。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呢？其实德国媒体我认为一直在制造，一直在渲染中国崩溃论。有的时候是中国威胁论，有的时候是中国崩溃论。就像网友们你们说的，135是中国崩溃，246是中国威胁，然后礼拜天是大家休息去拜上帝去了。说到德国媒体一直在制造中国崩溃论，最近呢还有一个搞笑的例子。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发布了202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展望吗？同期呢，中国方面也发布了第2季度经济数据。我记得中国经济第2季度增长了 6.3%。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中国的经济全年2023年可能会获得 5.2% 的增长。而德国是这些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萎缩的国家，萎缩 0.3%。 即使这样，德语媒体还说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刚才我说的是德语媒体，所以这里我说瑞士的新苏黎世报这家报纸甚至说中国经济危机的迹象在不断增加。德国民进周刊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第2季度增长了 6.3%， 但是除了中国人的消费欲望不高之外，欧洲和北美的高通胀也是导致了中国的出口下降的原因，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高负债困难也是问题所在。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登出的一篇关于中国经济面临困境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经济危机，中国的选项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看这个配图，德国媒体用配图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农民工就是此类图片，估计是要突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以及普通民众生活艰难吧。我们往下，经济瘫痪，促进需求的政策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也不可能采用供应政策，这可能是不够的。北京竟处于窘境之中，昔日的经济增长数字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糟糕的情绪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赌掉了国际企业的大量信任，甚至消费者也仍然怀疑
在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和去年年底的突然放开之后，情况是否会迅速好转？由于需求疲软，该国已陷入通货紧缩。与此同时，政府希望向外国展示实力，他正试图反击西方的讨论，因为西方人希望降低中国风险。到目前为止，经济政策措施仍然相当克制。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几周前做出反应，小幅下调了最重要的利率。新任央行行长已宣布采取进一步措施，其他部委也宣布了类似的措施，但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任何后续行动。房地产行业成为棘手问题，迄今为止公布的一揽子方案在财政上都相当有利，这可能与许多省级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有关。零利率政策已对财政造成了影响，而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长期以来都来自房地产行业，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许多省级政府单位负债累累，需求方面的选择似乎有限，剩下的就是供给方了。多年来，政府扩大了对经济的控制，对技术等个别行业的监管也日益加强。在这方面，松绑是必要的，尤其是为了赢回企业的信心。尽管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暗示，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似乎还不太可能做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转变。选择非常有限，相反，政府会非常积极地宣传一些小措施，并试图扭转负面报道，但这不太可能凑效。好，朋友们，署名评论文章就这么多，说的都是泛泛的东西，言之无物。中心思想就是中国经济不行了，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对策。文章中提到意识形态，我倒觉得目前西方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治国。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读者评论吧。第一条评论，在德国人的傲慢中，中国不断超越，好样的。下一条评论，你从哪里看出傲慢？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大多是自己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封城等等。你更喜欢忍气吞声吗？下一条评论，中国还是有选择的，房地产市场废除禁止农村人口进城居住的苛刻户籍规定，这将一举解决很多问题，但也会带来其他问题。经济方面，军备。他们已经这么做了，虽然这既不可持续，也不具生产力，但西方国家的情况更糟。下一条评论，能转移注意力，无视自身问题，这多好呀。下一条评论，很好的文章，这对我们的企业不利，减少与习近平中国的业务往来，对台湾则是好事。如果习近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衰弱，进行昂贵的军备扩充将是痛苦的。希望这位独裁者不会卷入一场代价高昂、被封锁和禁运的战争。不幸的是，普京入侵前的想法与此类似，唯一不同的是，登陆一个全副武装的岛屿与把坦克开进邻国是不同的。下一条评论，这很好，在这个暴君攫取整个亚洲之前，迫切需要让他知道谁更强大。下一条评论，我们知道出口多少，进口多少就可以了，以货币量计算。那么中国需要进口哪些出口无法满足的产品呢？我们可以假设，来自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最终将足够，剩下的就是粮食了。俄罗斯也可以提供粮食。除此之外，还需要技术进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目前中国有很多专利，而美国的很多专利实际上也来自中国，但这有点牵强。我的观点是，中国是少数几个几乎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部发展潜力。在我看来，西方经不起与中国打一场真正的经济战。如果反过来打，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民长期经受过苦难。下条评论，中国不行啦，在这里为我们演奏的是什么哀乐？问题应该是我们如何才能扭转中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从而尽快减少对独裁中国的依赖，
因为中国显然想称霸世界。中国是个独裁国家，这一点我们的眼里只有钱的企业老板和柏林红绿灯的肖尔茨同志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美国意识到这一点也已经晚了很多年，尽管特朗普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问题之所在，美国至少现在正在采取行动，还必须再次明确指出，默克夫人和肖尔茨同志领导下的政策把我们带入了这种对中国的危险依赖之中。是的，大家相信吗？作者实际上过分关注中国，而不是首先分析和解决我们在德国和欧盟的担忧。下一条评论，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不再可能实现过去的增长数字。独生子女政策正在付出代价，其后果无法逆转。寄希望于中国永远保持增长的人来说，中国正在成为问题。下一条评论，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信息是什么？作为对比，德国有哪些选择来摆脱欧洲经济增长车尾灯这个身份？还是我们想模仿拜登，试图超越特朗普的仇中心理？那就好自为之吧。中国刚刚给美国上了一课，即中国控制着美国电子和国防工业所依赖的镓和锗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如果贝尔伯克继续用他的价值观纠缠中国，那么能源转型可能会很难实现。瓦特法公司已经以成本为由退出了风力发电厂项目，没有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欧洲生产的投入，所谓的廉价太阳能也就到头了。与其对中国的危机现象幸灾乐祸，不如闭上嘴巴。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可能是一位华人或是中国人，他说，不知不觉中我读这样的文章已经有10多年了，正相反，中国一直在向上发展。下一条评论，说中国的选择越来越少，是为了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我认为德国的问题更加棘手。下一条评论，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解决了更大的问题，但是特朗普征收的超高关税就曾让不少人认为中国会输掉贸易战，经济会崩溃。结果可能让大家明白了更多，中国的新冠政策效果奇佳，在最佳时间点彻底放开，从而专家们预测的中国会死亡数百万人变成了笑话。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不知道各位是否同意最后这位读者的评论，西方专家为中国把脉经常会变成笑话。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